苏联没有1分钟喜欢过毛泽东，中共一大毛泽东重要性不高，主要领导陈独秀、李大钊。第三国际中共有完全听命于第三国际。1927年第二政变之后，中共内才涌现以朱德跟毛泽东为首的土共。1933年，蒋介石发动五四围剿作战，最后洋共受不了，整团跑到山上。你们这些土包子懂什么革命？我就是老大。国军在后面追，中共就从西南往西北25000里长征。遵义会议，毛泽东确立党内的领导地位，本土派全面掌握力量。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蜜月期，中国大陆的工业大喷发。1955年万隆会议，周恩来拿出风头，第三世界概念出现。赫鲁雪夫认为这是中国与苏联分庭抗礼的开始。1958年金门炮战，被打让赫鲁晓夫非常生气，中苏共决裂，条件成熟。1960年1月，赫鲁雪夫下令所有中国境内的专家全部撤退，苏联很快大军压境，中苏全面反目。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专家讲堂。最近我们从20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聊起啊。上次我们谈到了两弹一星，其实两弹一星是促进了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跟美国来建交啊，加入联合国重大的背景啊。但美国为何决定来接触中共呢？其实当中最大的关键是苏联跟中国两边呢闹掰了。为何闹掰的呢？台湾比较少探讨这件事，但是通常来说啊，是因为毛泽东跟史达林还有赫鲁雪夫之间的心结而闹掰的。但事情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到底中苏交恶它的实质内涵是什么？而这个中苏交恶事实上是推动了当代政治地缘的巨大改变啊，也让中国跟苏联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到底中苏交恶背后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好好聊一下吧。讲到历史啊，我们再来欢迎我们历史最强的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聊一下中苏交恶啊，它推动了当代历史非常巨大的改变啊。季辛吉当时美国的国务卿，他就敏锐的察觉到，中国跟苏联的闹掰不是开玩笑，两边关系极其恶劣啊，就想到了一个最好的地缘政治的方法，以共治共，联中治苏啊，所以彻底改变了今天世界的面貌啊。我想这跟到底为什么中共跟苏共走上不同命运是绝对关联在一起的啊。但是我们要讲这个事情，似乎得从中共的历史说起来，因为如果是毛泽东个人决定的，也就好讲，可是看起来似乎不是如此哦。那我们从国际共运的角度来切入，到底两个最大的共产国家是怎么样来交恶的？中共跟苏共的矛盾不是那么简单的哦。等到季辛吉为首的美国发现了之后，中苏共已经交恶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中苏共的交恶其实是有非常复杂的因素背景在背后的了。事实上，中共跟苏共早在成立之初，其实双方就开始有一些在意识形态及利益上的不同。我们知道，中共是1921年成立的嘛，但中共的根源算起来的话，要从1919年3次加拉罕宣言开始算起。我们知道，列宁在苏维埃大会里面就讲过啊，他说从莫斯科通往巴黎最近的路是通过北京跟加尔各答。简单说，先把中国跟印度受到殖民压迫，但地表人口1/2的两个古老的古文明先征服了。之后要征服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的代表，花都巴黎就不是那么难了，就确定了苏联或者说第三国际后来重要的一个革命路线。所以在1921年，中共就成立了。稍晚一点，1922年，日本共产党就成立了，可以说是整个第三国际在东亚地区推动革命非常重要的两个代表。那我们知道，中共一大在1921年举行的时候，当时主要的领导是以北大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等这一些为首的一群人。所以早期的中共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那我们知道后来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先生，他也参加了中共的一大的建党，没有错了。不过一开始的时候，他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高。在这之前是北大的图书馆管理员，不过在北大这段时间，他也算是参加了五四运动，也目睹到整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在民主主义的浪潮之下，对巴黎和会的不满所掀起，为中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激烈的情绪。过去中国从清末以来一直都学习英美西方的民主政
升值这样的一个价格。可是，在巴黎和会里面，中国感觉被英美这些国家彻底的出卖。那加拉汉在适时的向中国伸出援手，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跟整个国内外局势混合下，最后所开出的一朵花朵。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今天看到所有关于第三国际已经开放的档案或者是文件，第三国际当时直接就称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各位，这个定位非常重要。他认为中共必须要完全彻底听命于第三国际的指挥，它就是我的分店嘛。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它要为苏联推动世界革命而服务。所以第三国际希望中共走的是一个国际主义的路线，而不是民族主义。各位请记住哦，所以这种民族主义跟国际主义之间的差异，就是造成中共跟苏共后来在发展的路线方法以及后来许多观念上有所差异冲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我们看中共建党初期，1923年到1927年，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我想在我们过去谈过中苏关系，包括孙岳宣言的发布，后来在苏联的指导之下，国民党历史上称作展开了联俄容共，中共把它称作叫联俄联共。各位，这个地位就不一样。不过在孙岳宣言当中，孙中山也不断强调，未来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用他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所以孙中山还是非常的坚持中国革命的主体性。我想第一次国共合作两件事最重要，第一个就是1924年黄埔军校的成立，到今年刚好100年，在苏联的政治跟军事的指导之下，还有国民党的军人跟共产党负责党务跟政治工作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就建构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所军校。后来的抗日战争主要就是这些军校的学生为整个民族的存亡而奋战嘛。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1926年的北伐战争的发生，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当时的蒋介石总司令带领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对北洋政府正式发动全面的内战。这个北伐一开始非常顺利，短短不到1年就把整个长江以南的中国全部抵定，但是随即1927年国共就发生过去台湾的历史课本上称作武力清党，大陆把它称作叫412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的军人开始用武力来镇压，甚至于根本来清除掉党内左派以及中共的人士，造成大量的人被杀害了。到底杀了多少人，今天还很难说。中共的党史上是讲至少杀了3万多中共党员了。那国民党的党史会出版的资料是说，大概处决了16000多。这个时候是准许跨党的哦，各位，很多人都有2本党证的哦。各位很难想象，毛泽东曾经担任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这些人当时都是有2本党证的哦。因为联合不合并嘛。后来412国民党清党之后，共产党内部就开始做了各种的检讨。一方面，第三国际的领导还是持续啦。那中共第一代的领导人，像李大钊在北方被张作霖杀掉，陈独秀就下台了。第2代领导人就是由瞿秋白、李立三啊、陈少宇、张国焘，另外还有周恩来这些人来领导中共。那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大部分是留学苏联或留学法国。我们知道西欧的社会主义最昌盛，或者说研究者最多就是法国。那到苏联去直接读书不用讲，其实在这之前，当时共产党跟国民党的精英都派到苏联读书，前面讲过了嘛。各位，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儿子是蒋经国先生送到苏联去读书，因为像邓小平先生啊、刘少奇先生这些后来在中共的历史上扮演要角的这些人物，也都是这个时期留学苏联的哈。除此之外，在1927年第2政变之后，中共内部也开始涌现了另外一种革命的路线。这种革命路线就是跟第三国际所倡导的国际路线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以朱德跟毛泽东为首的，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当时在湖南、广东就做过对中国农村状况详细的调研报告。我们知道他本身就出身农村嘛，对，所以毛泽东非常的相信，也坚信中国的元气在农村。那中国的革命跟欧洲主要是苏联的革命有一点绝对不同，就是中国革命必须要在农村中发展党组织，这是第三国际跟毛泽东在革命路线上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第三国际或者说像瞿秋白、陈少宇这些人，他们还是相信必须学习当年苏联红色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经验，在都市里面号召工人、学生起来推翻嘛。毛泽东认为说中国还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跟新兴知识分子还太弱小。可中国农村有非常严重的土地矛盾，农民的人口非常多啊。毛泽东认为说，只要能够抓住农村的发展，那中共的革命就会成功。这一点是跟第三国际完全不一
一样。具体的作为就是后来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嘛，各位你觉得像不像当年刘邦上芒砀山，对不对啊？其实中国古代很多革命就知道隋末唐初的瓦岗寨革命也一样啊。所以毛泽东是熟读中国历史，所以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革命的重点在哪边。我们知道后来曾经一度在30年代趁着国民党内战的时候，在江西、福建、湖南还有安徽、河南这些地方都陆续建立了非常广大的根据地。但是随着内战的结束，蒋介石倒转枪口，就开始对这一些中共的革命根据地发动攻击。这时候中共也在1931年江西的瑞金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不过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你看这名字就知道，它完全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后来蒋介石在1933年之后就开始对上述的这些苏维埃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历史上的5次围剿作战就开始。在100万国军的投入之下，中共虽然靠着灵活的游击战术，一度也让国军吃了不少亏，但是大概在第4次、第5次围剿之后，中共就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再加上第三国际的代表李德在指挥上有若干的失败，所以就被国军在江西这边给予了一次非常重大的挫折。不过中共他并不气馁，就展开历史上25000里长征，对不对？国军在后面追，中共就从西南往西北25000里，有非常可歌可泣的故事哦。但这里有一个事情要补充一下，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会上山呢？因为朱德跟周恩来他们发动南昌暴动嘛，其实他们还是有做过用工人来进行起义的过程。中共当时称之为南昌8·1起义嘛，但是彻底失败。对，那我就上山嘛。今天我们一般在网络上喜欢叫做土共嘛，国际派叫洋共嘛。当时土共、洋共是分流的，洋共主要还是以都市作为据点，然后作为地下的党组织哦。当时中共党中央是洋共国际派所把持的嘛，其实基本上背后就是苏联的共产国际。当时党中央是设在上海，但是大家也知道，剿共它不是单纯的打你根据地啊，它是在到处全面性的清剿啊，这样压力实在是太大，最后把这洋共也搞到受不了。你在山上也发展的不错啊，所以就整团跑到山上来了，所以这里就造成毛泽东跟苏联本身的根本矛盾。当年据说井冈山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哦，瘴疠之气啊，也死了不少人，说实在的，所以很辛苦。结果没想到你这些洋共派的一来，我就是老大，我就要接管，所以国际派当时就以苏联为靠山，完全压制了土共派，觉得你们这些土豹子懂什么革命？多年之后，毛泽东先生回忆起这段历史，还犹有余恨。这边顺带一提，台湾人其实在所有中国近代史重要的事件当中，通通没有缺席。各位很难想象，25000里长征也有台湾人参加。1935年在贵州遵义所召开中共的临时中央扩大会议，就是一般俗称的遵义会议，这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次江西苏维埃的惨败，国际派要负很大的责任。另外，张国焘虽然不承认这个会议的结果，后来也逐渐在党内就失势了。毛泽东就确立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他在党内领导地位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为止，基本上就没有被真正动摇过。当时支持毛泽东的后来都是共产党非常重要的干部嘛，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代表本土派全面掌握的力量。而且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也是留学回来的，但是他们不是留苏的啦，或者像邓小平曾经留苏，但是他支持了毛泽东。今天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共产党领导人，杀猪拔毛嘛，对不对？那个猪就是朱德嘛，这些人就是因为支持了毛泽东，所以其实从这个时刻起，我们可以说，今天共产党第一代领导班子的雏形就在这里了。对，没错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苏联所支持的国际派，从此之后在中共的发展的道路上就不再具有主导性的地位。我们从大环境来看，就是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路，虽然苏联的影响还是有，但是不再完全受到苏联的掌控。我们知道后来就发生抗日战争，其实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对苏联也是颇有微词啊。毛泽东当年有一句名言，在抗战的时候，苏联给国民党飞机大炮，只给我们一本马克思主义。他讲的是事实啊。苏联一开始的时候，史达林是比较看好蒋介石政府。直到抗战胜利之后，虽然说雅尔达密约让苏联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但一开始的时候，苏联史达林所设定的谈判对象始终都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甚至一直到1949年的1月底，中共在台湾叫徐蚌会战，大陆叫淮海会战，取得全胜了。当时苏联还告诉毛泽东，你的部队就停在江北不要动。苏联想要制造一个划江而治，所以多年之后，毛泽东后来在解放之后多次讲到这段历史，还是非常厌恶当时的苏联跟斯大林。所以毛泽东当时的诗写得很好，以把渔勇追穷寇，切莫沽名学霸王。就是我要过江追击蒋介石，就你竟然叫我敌，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苏共之间的矛盾。简单讲，我们今天纵观早期的历史，苏联从来没
没有任何1分钟喜欢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主张中国的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他不完全受苏联的宰制。其实整个民族主义都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主流。我看另外一个对照组，蒋介石在抗战的时候跟史迪威、马歇尔也有严重的矛盾，因为马歇尔跟史迪威也是要蒋介石把国民政府的发展路线跟军事权力完全交出来，蒋介石不愿意，所以这些人都是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我们把这一点看清楚的话，我们对后来很多事情就可以解释的非常清楚了。这个就是史达林跟毛泽东在路线上面的根本歧义嘛。史达林他本身并不是俄国人，他是乔治亚，就是大陆叫格鲁吉亚人，所以他当然他主张的一定是一种国际共运的思考嘛。而且从苏联后来的领导人可以看出来，即便苏联的核心文化确实是俄罗斯族，但是整体来讲，你看他的领导人很多出自乌克兰啊，真正从俄国本土产生领导人反而是列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苏联一定要推国际共运？整个苏联在它内部里面，俄罗斯族所占的比例其实始终都是不高的哦，5成多一点而已。对比中国9成5以上都是汉族哦，这个是极为巨大的差异嘛。所以中国的主体民族，尽管当时在中共成立之前，梁启超先生就已经用所谓中华民族这样的一种国族主义来取代单一民族主义的核心，可是我们始终可以了解到，民族主义它是有核心的，这个是大家很了解。所以对于这种路线的差异，还有苏联始终想夺取控制权，这个心结就埋在毛泽东里面很深。我认为毛泽东内心知道的，最终如果都按照苏共的路线来画，那中国最终只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已，附庸国，然后要不然就像是外蒙古这个样子。对，那这个是不可能被接受。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尽管在1900年的时候，民主自信心被八国联军彻底打垮了嘛，可是就算被打垮，那个只是表面上的打垮，但是我内心绝对我不服。要贯穿这个，你才能理解说中苏交恶它有一个很深的本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往下面再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地缘政治的矛盾性逻辑来看了哈。简单来讲，中俄的地缘边界实在是太长了哈，像这里是东段边界嘛，那事实上苏联时期的时候，包括中亚都是苏联的嘛，而且这个地缘政治带有很深的历史矛盾，也就是发展矛盾。俄国来讲，它往西伯利亚去扩展的时候，就撞到了在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嘛。所以在17世纪的时候，沙皇直接跟康熙打起来了嘛，就发生了3次的雅克萨战役。1689年后来签订了尼普楚条约，注意这个时候康熙帝的对手正沙皇叫伊凡五世，副沙皇就是彼得大帝，这很有意思哦。所以中西2个大帝冲突在这边啊。另外呢，到了近代冲突更多了，而且中国屡次遭到掠夺，比如说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另外一个是1864年对于西北疆域的侵略，当时中俄塔城界约嘛，这个事情后来到了伊犁条约才处理掉嘛。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俄国不仅是对你边界的侵略，它还把你内部做分裂。比如说，我们说瓜分危机，事实上对列强来讲都是失败的，但有一个国家成功了，那个国家就是苏联，就是俄国，把外蒙古给剥离出去哦。这是瓜分危机唯一一个案例，其他都是割离一些旁边的土地嘛。所以整体来讲，地缘结构的矛盾，一山不容二虎啦，在亚洲只能有一个最强国嘛，所以这是中俄或中苏的地缘的根本矛盾性的状况。可是这些地缘的矛盾性呢，它是深而且长，它有时候不这么立即冲突，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要讲到另外一个迷惑美国人许久的假象啊，中苏蜜月期啊，学长，这个假象其实掩盖了相当多中苏交恶之前的矛盾点。刚刚学弟讲的很好了，因为中俄2国或者说中苏2国就有非常多在历史上地缘上面的矛盾。后来中国可以说在史达林非常意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竟然获得胜利，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政府给打垮了。当时史达林反而还妄想中国划江而治啊，蒋介石还有南中国。史达林这个希望中国分裂而治的心态，事实上再次反映了中俄或中苏的地缘政治的核心逻辑。中国太强，对苏俄来讲完全不利。对2个大国之间的领袖大家心里也有数啦。我们知道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天安门的城楼上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成立了之后11月，毛泽东就坐着火车到莫斯科访问。毛泽东这一辈子可以说第一次出国就是到了苏联去访问，一路上经过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当时苏联是给予非常盛大的欢迎，因为毛泽东在出访之前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叫一面倒政策，就是以后我们会完全的支持苏联，因为当时美苏冷战状况已经形成了，所以他就表示说在冷战当中我们会支持共产主义阵营。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到苏联去访问，虽然说看到苏联各种进步的景象，包括他的工业、军队、党务啊等等，除了这一次之外，后面又有再去过莫斯科访问，但实际上根据毛泽东事后的回忆，其实每次去莫斯科访问，他心里都非常的不舒服，
斯大林盛气凌人。其实毛泽东先生大概不太知道一件事，就是斯大林对谁都是这样，也不是针对他了啊。毛泽东在他眼里就是一个中国农民嘛。那他对毛泽东就非常的不客气。毛泽东后来就讲了一句话叫大国沙文主义，就是在骂斯大林啊。他跟斯大林要许多的援助，斯大林啊有的时候也是爱给不给，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好。甚至根据毛泽东诗人一生李志绥医生的回忆，毛泽东甚至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都会气到生病，就可以知道当时跟苏联的交往是何等的困难。可是1950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短短7、8个月而已，就发生一件在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的抗美援朝战争，简称朝鲜战争。台湾过去称作韩战。韩战的结果是后来朝鲜的军队一直退到鸭绿江边，最后在斯大林不断的保证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足够的武器，而且提供空军等等之下，人民志愿军就跨过鸭绿江，帮助当时的朝鲜能够抵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作战。这个战争当然打得非常的惨烈了。后来这个战争结束，几乎同一个时间，斯大林先生就去世了。苏联的第2代领导人赫鲁雪夫就上台。这赫鲁雪夫上台的初期可以说是中苏关系蜜月期的全面展开。从1954年赫鲁雪夫上台之后，一方面中国不断派遣各种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代表团到苏联去访问，另外开始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双方从1954到1957年签订了一连串，有人算过大概有16、17个，包括工业、军事、科技、教育上各种的合作协定啊，尤其是我们上次讲1957年所签订的军事技术的转移，尤其是关于核能技术，这个对中共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整个中国大陆的工业技术可以说是大喷发，对当时的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当然苏联赫鲁雪夫所抱持的立场想法是希望能够扶持中国大陆在亚洲这边继续帮他牵制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当时在南韩跟日本还有琉球、台湾、菲律宾都有驻军啊，但是双方在这样一个合作的气氛之下，其实关系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们知道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1950年代之后，过去的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这些国家的殖民地陆续都要走向独立，就有大量亚非拉新兴国家开始出现。那这些国家未来在国际间将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以及未来要如何发展就非常重要。所以当这些国家聚集起来，1955年就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万隆会议。这件事情啊，在我们今天许多档案当中，我们就看到，其实苏联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尤其是赫鲁雪夫。在会议过程当中，还发生一个很重要的插曲，就是周恩来先生差点遇刺啊，对不对啊？中华民国台湾的特务系统在他本来预定要乘坐的飞机上装了炸弹，但是阴错阳差，周恩来先生临时改换坐别的飞机，所以逃过一劫。可以看到当时两岸关系也是非常紧张。我告诉各位，1954年的时候，中共在一江山岛的战役获得胜利，但同一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中苏蜜月期的同时，也是台湾跟美国的合作新的高点。后来在会议当中，当时像伊拉克的法迪尔·贾马利跟共产主义是新式的殖民主义，西兰的总理科特拉瓦拉也声称要亚非当前人民不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而是跟美国联合起来。所以在整个会议当中，其实这些新兴国家都有不一样的意见。不过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却在这场会议当中大出风头，当时他就讲，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来利益的。他强调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呼吁所有的亚非拉国家应该抛开分歧，加强团结。最后达成了所谓的和平共处原则，或者扩大成10项原则。首先就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就是各国要确保独立，不以侵略行为、侵略威胁或者武力去侵犯任何国家的主权独立，不干涉干预他国的内政。其实这些话就是讲给英法美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听的，促进彼此的利益合作，承认大小国之间一律平等，和平方法解决纷争，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因为按照联合国宪章，透过和平谈判、调停、仲裁、司法解决等和平方式，有关自己选择的任何和平方法来解决国际争论。简单讲，就不以战争为解决彼此之间争端的方式，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集体采取自我防御的权利，就各国还是有自己独立的武力的，不使用集体防卫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特殊利益。各位，这第9条是最关键，为什么呢？是讲给美国跟苏联听，他们一个搞了北约，一个搞了华约嘛，所以这第9条又被称作叫不结盟主义，所谓第3世界这个概念就开始出现，尊重正义与国际义务等等。这个原则出现之后，当时苏联是没有直接与会，不过这个原则出来之后，当时是在整个西方世界获得很大的讨论跟回响，甚至有些震撼。其实不吭声的苏联内心震撼最大，因为当时赫鲁雪夫就认为这是中国
国试图主导第三世界与苏联分庭抗礼的开始。简单讲，当中国稳定住自己的阵脚，开始在国际间崭露头角的时候，就是苏联对他有所警惕跟猜忌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同一个时间，56、57、58是中苏合作的高潮，但实际上双方的纷争跟矛盾也越来越多。其实这和平10原则，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很多都是到今天中国大陆还是挂在嘴边的。比如说，不干涉内政啊，对，不使用集体防卫的安排，像西方一直说，东俄朝一和邪恶轴心、独裁者联盟等等。但你会发现，他始终不称为集体防卫。其实为什么有这10点原则？最主要原因是对于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之下所造成的2次世界大战，把全人类卷入之后的深刻反省嘛。因为2次世界大战，如果你要说它爆发的关键因素是什么？集体防卫。所以今天我必须说，台湾其实应该也算是第3世界。那我们应该了解到，集体防卫事实上是一个被当事人认为是错误的方式，它并没有办法为世界和平带来任何的进程。这个影响非常的震撼跟深刻。过去大家认为只有透过集体防卫才可以造成恐怖平衡跟和平，可是，在第3世界国家，当他们接受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思维的这个思想扩散开来的时候，那我不结盟，反而有区域的小冲突，但是不会造成世界的大战。所以你说苏联怎么不防的毛泽东，怎么不防的中共呢？他等于当年孙中山在散发革命病毒一样嘛。那这种东西当然苏联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不过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苏联跟中国还是有很强大的共同地缘利益啦。毕竟美国还是不断在壮大。那在这个状况之下，随着时间的拉长，打赢抗美援朝战争，也就是打赢韩战的这种战后庆祝行情逐渐下去之后，毛泽东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反思啊。学长，这时候中苏不满的积累来到了关键期到底发生什么事？学弟讲得好，庆祝行情结束了，双方叫亲兄弟明算账了实际上，在1956年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对苏联有各种的抱怨，因为毛泽东在1956年的时候曾经2度公开讲，他根本就不应该打韩战，他认为韩战他帮苏联打的一场替代战争。1958年9月18号，当时毛泽东同前来参加中共8大的朝鲜代表团谈话的时候，他就很不耐烦。据说这一次谈话的氛围就非常不好，告诉当时的朝鲜代表，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就提醒金日成不该打，后来又警告他的敌人有可能从后方登陆。毛泽东意思就是说，你不听我的，就打到被麦克阿瑟一路从背后追着，打到38度线，打不下去了，最后我被迫只好下场。我告诉各位其实毛泽东还有一件事他没讲，当初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开着绿灯给金日成说你可以打，对，所以金日成才一时之间就非常亢奋的向南韩发动攻击。他们2个人在商量打朝鲜战争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知会毛泽东，所以中国完全是被蒙在鼓里的。这件事让毛泽东非常的不高兴。而且我告诉各位，以今天开放的档案以及当时各种状况来研判，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联合国军能够派遣部队到朝鲜半岛作战，很重要原因因为苏联不愿意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开会嘛，所以苏联代表退席。那退席之后，美国就趁着苏联代表不在的时候，就通过了向朝鲜半岛派军的决议沈志华等这些大陆的学者，其实也不止他，像旅德的郭恒玉先生、台湾的仲发老师，也都是这样认为。苏联有故意之嫌，就是他让美国出兵朝鲜半岛去打金日成，因为他知道等到美军的主力派到朝鲜半岛的时候，金日成当然不是对手。那金日成被打垮，有一个人就必须要上场啦，不上场都不行。谁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所以简单说，就是苏联故意让金日成跟毛泽东搅入整个朝鲜的战局，跟美国作战。各位，当时中国大陆还是一穷二白对，急需重建，对不对？结果你又让我跟美国打了这一仗，当斯大林给予各种保证但是这一仗还是让中国大陆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到了1957年7月5号，当时苏联的代表叫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当时的赫鲁雪夫打掉了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又非常不客气的跟米高扬讲，他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千里而进战争，这绝对是错的。我上了斯大林的当，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话讲到这个份上，双方就已经几乎形同决裂了因为你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苏关系才走上高潮，对不对？结果你这时候竟然为这一个基础给予全面的否定，所以双方关系就开始有了各种的裂痕出现了。果然开始一连串的裂痕。从1958年，赫鲁雪夫就要求在中国大陆苏联的军方向毛泽东提出2个要求：首先，在中国建立长波的无线电电台，
各位，长波无线电台主要监听在朝鲜半岛跟日本美军的无线电通信，这一点是让毛泽东非常的不高兴，当场就拒绝了。因为这个长波电台中国没有操作的能力，所以从建立到操作必须由苏联军方来负责，结果就违反了毛泽东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新中国的土地上不能驻有外国军队。赫鲁雪夫当然就为这点很不高兴。第二个就是赫鲁雪夫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提出了一个建议，中苏联合舰队。我们知道中苏在1957年之后，两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其实主要加强在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毛泽东很希望苏联帮忙中国建立海军，能够转移核子潜艇还有大型舰艇的制造技术。第二个就是希望未来建立海军之后能够解放台湾，你没有海军怎么解放台湾？当时的赫鲁雪夫是提出说，你建立海军，你不是要解放台湾而已，你看帮忙我对付在东北亚的美国第7舰队啊。所以他当时主张在大连跟旅顺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就中国海军归苏联太平洋舰队来指挥。各位，你想想看，毛泽东这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怎么可能会接受？对不对？我把军队交给你，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想笑。这个状况很像1944年史迪威建立中国陆军交给美国陆军指挥，怎么可能呢？对这一代的中国人来讲，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对不对？因为当时不平等条约的取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依然都保留着，只有战败国，比如说德国、奥匈帝国，它是取消的嘛。还有像是苏联发表加拉罕宣言嘛，自动放弃了，那是为了要拉拢中国。可是就实质上来说，中国其实是一直到了2次世界大战呢，付出了极为巨大的军民鲜血的代价，才让西方真正的列强去重视嘛。讲白了，我血流成河的成果，那你这时候不就倒过来了吗？谁能接受？如果接受，毛泽东变民族罪人。对，毛泽东跟蒋介石他们这一代人的想法都是这样。我要是接受的话，我以后怎么对历史交代？我们就是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结果我们竟然向列强妥协，那我们不就变成李鸿章第2了吗？对，所以他不可能接受这一件事，让毛泽东非常生气，所以双方就开始关系就变得很坏了。各位，请记住，1958年蛮重要，中共的核子弹事业这时候开始进入紧锣密鼓，中国第一个核能反应堆建立，结果双方因为这个事情就闹得非常的不愉快。后来毛泽东在60年代有讲过，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他所谓军事上控制中国，就是这2件事。赫鲁雪夫没有办法理解，之后也回国内还讲，他说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组织之间相互供应合作，不存在任何的困难。而我们竟然连这么一件简单事都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就抱怨毛泽东，你连这个话都不听我的，对不对？那双方的关系就越来越坏了哈。其实这再次验证了我们前面讲的深层地缘政治跟历史情节的矛盾吧。没错，中国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些加盟国跟美国之间体量是同一等级嘛？完全不是嘛。事实上，同样的状况，你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你也可以得到一个验证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经有一个国家直接给他泰然退出嘛，我是大国，我为什么听你的？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嘛，所以其实这个逻辑还是代表中国的命运始终由中国自己来主导。对，而不是让你俄国人来主导，这个是一个关键哈。那另外还有一个点跟台湾就有密切的关系了，823炮战的矛盾。为什么823炮战会跟中苏交恶扯上关系呢？这个就很精彩了。简单说，赫鲁雪夫在1958年跟毛泽东会谈结束之后，本来他会谈完就要回莫斯科，就毛泽东在会谈快结束了，突然间提出中苏应该发表一个中苏联合公报。赫鲁晓夫一开始是觉得丈二金刚，该签的条约都签了，该给的援助都给了，对不对？你不答应的事情，我也就忍在心里面，你就不讲，那我们双方还签什么公报呢？这个公报里面，毛泽东坚持要加一句话：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实际上，我们看这一次赫鲁雪夫跟毛泽东会谈，其实没有谈到任何有关国际问题。结果在8月3号签了这公报之后，8月23号，解放军就集结了上千门的大炮，对当时金门岛发动猛烈的炮轰，历史上金门炮战，台湾俗称的823炮战。这个炮战爆发的时候，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回到莫斯科，他得到的消息之后非常震惊，因为毛泽东从头到尾没有跟他讲说他要向金门发动攻击。对，向金门发动攻击等于是向美国攻击，因为金门当时也有美军顾问存在。我们知道823炮战总共有8个美军顾问阵亡，最高阶的美军顾问中校军官，所以这一打等于是测试当时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线，就是金门在不在你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毛泽东的意思是这样，但是这一打让赫鲁晓夫非常生气，你打之前应该跟我讲一声了，如果
产生什么后果，我们苏联总要有一些准备。各位，这时候国际局势非常紧张，也就是在3年多以后就发生古巴飞弹危机，所以当时美苏是有可能爆发核子大战的。但是我告诉各位，根据后来的研究者是认为，毛泽东等于是报了一箭之仇。你当年打抗美援朝，你也没通知我啊，那我打金门，这是解决我中国的家务事，我为什么要通知你啊？这件事让赫鲁晓夫后来大概也想通，他觉得他在8月初签的中苏联合声明，其实就是被毛泽东耍了嘛。走到这一步，中苏共到1959年走向全面决裂，条件几乎已经完全成熟，只差意识形态跟路线上的分歧了，但也很快就发生了。其实823炮战这事情，在台湾的角度是很难理解，到底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发动这一场？其实从整个国际的脉络来看，你就知道他们玩家在玩什么。讲白了，毛泽东要再次的向苏联证明一件事情：我是有我的主导性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毛泽东从来没有想打赢炮战嘛，因为金门没有那么重要的军事价值。但如果真要打台湾的，攻台必先攻澎嘛，你打澎湖都还比较实际。所以这一个炮战真正的目标其实是瞄准的，他要国际自主的地位不断的在往前去推进。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那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嘛，这一种能不撕裂吗？接下来关键就来了，像在路线上面有什么问题？意识形态上，两个都是共产党也能冲突，怎么回事呢？哎呀，这时候冲突就颇大了，这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毛泽东在1956年之后开始进行3面红旗大跃进，所谓的农村集体化、人民公社等等完全开始走向共产主义的基本教义，希望能够借此把整个中国农村进行一次完全的现代化。那同一个时间，苏联刚好走相反的道路。我们知道19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搞了农村集体化、公社制度，结果酿成的大计划是非常失败的。这件事情对赫鲁雪夫来讲4个字，他记忆犹新。他当时就是乌克兰人啊，看了乌克兰饿死了非常多人，所以他认为这种蛮干政策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在1955年，一方面清算了斯大林，二方面就推动修正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啊？修正主义大概有2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有限度的恢复小农经济，第二就是恢复部分的市场经济。就过去所有的物资由公社统包这一点，那到赫鲁晓夫时代就完全取消啊，农民可以把自己剩余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贩卖，那货币经济也恢复了。斯大林时代曾经一度取消货币耶，多恐怖的事情！毛泽东这时候也试图要降低货币的作用，所以发行各种的票券。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双方可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在1958年的12月17号，当时《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就披露，美国的参议员休伯特·韩福瑞在12月4号在克里姆林宫跟赫鲁晓夫谈话，他说：“你苏联是不是也打算跟进？”赫鲁晓夫一句话讲了，他说：“公社制度在苏联不合时宜。”赫鲁晓夫后来就进一步在苏联的真理报上面讲，公社跟生产队这2个词也用错，而公社一词缘起于法国大革命时代，是一种城市形态而不是农村形态。他接着又说，中国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讲得非常难听。苏联曾经尝试过，但根本行不通。随后《纽约时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访美期间，当时 Salisbury 也写了一篇特稿，他说米高扬讲公社在苏联的实验当中失败了，其中称苏联放弃了最近在共产中国所建立的那种纯粹公社的工作。简单讲，就是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一连串的冷嘲热讽，完全持否定的态度。所以后来毛泽东就给赫鲁雪夫冠上一个名称，叫他修正主义者，反美帝、反苏修，就从这样来的哈。后来赫鲁雪夫在1959年7月21号又在《真理报》里面提到，他说所谓的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翻译成白话叫做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这样公社没有任何的成绩，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已经唱衰毛泽东，你这样搞必定失败。果然，我们知道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就进入所谓的3年困难时期啊。这时候中国大陆农村状况就非常的不好。这时候你作为老大哥，苏联应该要伸出援手啊，对不对？结果在这段时间，苏联可以说完全的冷嘲热讽，袖手旁观，就让当时的毛泽东非常的生气。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当中，他提到，他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而苏联赫鲁雪夫甚至于就称，你毛泽东搞的结果必然会摧毁中国的经济。后来赫鲁雪夫对毛泽东人民公社的批评，就成为在庐山会议上面彭德怀用来批评毛泽东的一个根据。彭德怀是公开在会议上对毛泽东叫板。
版。那个彭德怀当时回他湖南的老家去调研考察，就发现他湖南老家的状况非常的悲惨，所以他是带着一股怒气上了庐山去找毛泽东吵架的，可以这样讲。当时他讲，当年苏联走过的路是错的，赫鲁雪夫也说你这样子行不通啊，你说毛泽东怎么会不气？后来毛泽东我们知道也在庐山会议当中就失势了，由刘少奇跟邓小平取代了他的领导的地位。毛泽东到这边就已经认定苏联修正主义跟美国帝国主义都是必须要打倒的哈。时间已经到1959年的年底了，1960年的1月，赫鲁雪夫突然间就下令将所有在中国境内的苏联专家全部撤退，包括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也训令在1960年年底必须要全部撤退，中苏的反目就此形成了。苏联很快就大军压境啊，在新疆边境、外蒙古、黑龙江北岸，最高的时候曾经进驻70个师的苏联陆军。各位你可以看，当时北京长期举行演习啊，老一点的内地的朋友一定知道，当时中共还推动所谓3线建设，就是把它在北方跟在沿海的工业开始向内陆移嘛，因为怕一旦美苏两强夹攻中国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受到很大的摧毁。这些都是在这段历史之下的重要的背景啊。3线建设，今天其实在中国大陆还留有很多的废弃的工厂的小镇啊、宿舍啊，其实不少自驾游的朋友都会去把它拍出来上传嘛，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得到啊。那我想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重点，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推进大跃进？明明知道苏联实验已经失败了。因为毛泽东当然心里想一件事情啊，我比你史达林、比你赫鲁雪夫还要优秀，你做不成的我要做成。当然，我觉得毛泽东还是有一个点啊，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太落后了。必须要透过集体农场、人民公司的方式来改进它的生产，让它进入现代化的生产里面嘛。其实初衷我认为是好的，但是做法是极有问题啊。比如说呢，他就相信了过高的指标嘛，所以后来叫做大跃进。包括我们上一讲提到的钱学森，甚至写文吹捧他的，都给毛泽东的一个超过量的指标。所以这是毛泽东在政治生涯上可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失误，导致他后来失势，进而有文革当中的权斗的部分嘛，也造成中国大陆在这个时期的巨大的动荡。但你看，这个就跟中苏的交恶竟然是密切扣合在一起，所以看中国的近代史，不讨论国际地缘政治的问题，就是蒙谈。那有一个事情倒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美国推动联中制苏，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而且毛泽东啊反美帝苏修啊，事实上是对苏联的批判是非常恶狠的，包括了红色帝国主义。大家了解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点就是反帝反殖啊，那他批判他红色帝国主义，相当于从根本否定了苏联是共产国家，等于是指责他，你想殖民中国嘛？对，甚至批判赫鲁雪夫就是共产主义的叛徒，那你是不是一条线就连起来了？另外呢，这造成中国自立国防的研发嘛，所以直接推动了联中制苏。那联中制苏，1971年2758号决议文，最终导致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嘛。那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啊，就台湾称之美匪建交嘛。所以整体来讲是这样啦，到底中苏交恶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啊。领导人的情节吗？地缘的冲突吗？历史的轨迹吗？还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呢？我认为都有之啊。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的脉络来看的话，中国终究是一个大国，中国是不可以被忽视的大国。讲这个好像很中共辞令，对不对？但是你讲到这里，你已经开始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共的历代领导人，包括到今天的习近平，总把这些话挂在嘴边呢？建国方略，这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哦，政治类似的概念。其实孙中山就已经在讲了嘛，所以你可以了解中国近代的领导人无非就是希望中国回到那个历史上强大的状态。但我们知道，考究中国历史数千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你会发现一个道理啊，中国历来就是治乱交替，所以中国有一种循环进步史观嘛。那对于现代的人来讲，因为我们所了解到都是历史的极光片语嘛。如果从一个漫漫的历史长河来说，美国历史太短，所以他们谈国际地缘政治的时候，他们总是谈得非常的现实，谈得非常的紧凑。可是从中国的历史脉络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到的中国不够强大，或者说强大不起来这个印象，到底是个假象还是真相呢？如果从历史的循环来看，我想大家应该得到自己的答案了。所以未来几年绝对是1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那我们都会看到。会非常激荡着，不仅是两岸
全球华人圈还有全世界巨大的发展啊。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哦，你应该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哈。希望今天呢这个讨论带给大家啊比较深刻的一些想法啊。最后还是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现在会员都有会员完整版，当中很多的内容你只有到会员完整版可以得到更多的细节啊。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让我们知道你在想什么、看什么，也给我们一点粮草的赞助啊，也包括了线下的赞助哦，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可以办得更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们再次谢谢学长，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